上一期 Segway 平衡轮 W1 让男女后期在重庆的高温下真实的体验了一把脚踩风火轮的感觉。Testway 主观综合评分6分，374名网友给出平均分4.6分。Segway 平衡轮 W1 趴出1234块9毛，回血61.8%，暂列回血榜第26。网友张云成说：“那我去的时候只踩一个，回来踩另一个，那续航是不是就能达到90分钟呢？”你的逻辑没毛病。网友然而并不卵用说：“该出 Service Go 了，我的朋友们。朋友，我们刚拿到产品，给点时间体验呗。”本期老公牌车载冰箱，自驾游很好用。小姐姐，我开车带你去周游世界吧。小可爱，你当皇帝年龄考驾照了吗？嘿，小姐姐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个冰箱。冰箱？我们不是有个冰箱吗？除非你这个能加热，不然我买个那么小的干嘛？姐姐，你说那个叫做冷暖箱。目前车载冰箱主要分为2种，一种是半导体冷暖箱，一种是压缩机冰箱。半导体制冷呢，只能在常温的基础上下降20度，它的价格比较低，容量也比较小。但压缩机冰箱呢，它的制冷效果比较好，同时呢，它的容量也会很大。哎，等等，我还要放2瓶葡萄汁呢。20升的容量能放下些什么呢？但当我把它放上车的时候，我真恨不得它能更小一点，更瘦一点。冰箱同时配备220伏家用电源线和12伏的车载电源线，家用户外2相宜。黑白的主色调，精致简洁的设计，高端的汽车烤漆，长面子那不用说了。取出隔板，冰箱默认1个分区，放下隔板，自动进行左右箱分区，可实现双温双控。箱体上的电脑触控面板，让你可以精准设置冰箱的温度，同时控制面板会显示实时冰箱的温度。哎，负10度了，我的冰棍儿应该冻好了吧？哎，我的冰棍儿呢 ？No。事实上，面板上显示的温度只是箱壁的温度，而不是箱内物体的温度。左箱拥有优先制冷权，开启速冻模式，左箱会快速制冷15分钟，箱壁温度可在15分钟内从常温下降到0度。冰箱能够实现负18度的制冷，你能冰冻肉制品和冰块、冰棍等，但时间要长。而具体是环境温度和储存物品的多少，制冷效果也会存在差异，所以把它当做一个移动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合适。需要冰冻的肉制品，还是先在家用冰箱里冻好，再利用它进行转移吧。冰箱还拥有手机爱啪啪，不过功能基本和冰箱控制面板上一毛一样。那都一样，我为什么不直接在冰箱上按呀？搞得跟某家一样，什么都要个手机。上车，上车，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当你人在车内，而冰箱在后备箱，你又很想知道冰箱里食物的情况，这个时候掏出你的手机爱啪啪，你就可以轻松掌握冰箱的情况，同时也可以进行温度调节。那为什么这个记忆曲线没有啊？记忆曲线则是一个相当奇葩的存在，因为你需要一直打开手机软件才能记录，后台运行都不行。我想它的作用只是让重度焦虑症患者安心吧，知道冰箱一直在运行。而这款冰箱更适合2厢车型，对3厢轿车并不友好。看，箱盖无法完全打开。
姐，你不要把冰箱放到外面吗？哎，好像有点道理。可是我现在想吃鲜花饼呢。姐姐，你不要把冰箱放外面吗？而且3.5米的车载电源线看似挺长的，不过以帕萨特为例，冰箱放得靠前，线能拉到前排点烟器插口；如果放得靠后，就只能接后排点烟器了。但不是所有汽车都有后排点烟器啊。在安静的室内，冰箱运行的声音是可感知的；在车内嘛，就不用在意了。重庆的高温下，在拥挤的后备箱内，除了散热孔附近比较热，冰箱依然运行良好。冰箱拥有电池保护功能，同时还配备了保险丝。我觉得这样就不必担心冰箱发生故障时会关联到汽车电瓶了吧？认真讲，一般的家用它会显得很鸡肋，而如果你有一个度假房，将城里的食物带到度假地，相邀3-5个好友，它可以随时为你供应冰可乐。短暂的停留之后，用它保鲜一点当地土特产带回城市，简直不要太满足。而真正能凸显它魅力的地方，一定是在户外。当你想在草地上享受一顿自助火锅，用它保鲜4-5个人的食材不在话下。一场户外烧烤的聚会，它也能很好的冻住肉制品。在旅途中，将它当做一个保鲜供应站，随时取用，随时补给。冰箱断电后，在密闭冰箱盖的情况下，能保温4到5个小时。但是你怎么可能抑制得住自己旺盛的好奇心？你一定会频繁地开关冰箱，看看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了。这时，冰箱盖的阻尼设计就显得很贴心了，不会出现冰箱盖突然摔下夹到手的情况。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呀？如果你担心在户外断电之后冰箱不能很好的保鲜，你还可以另行购买一个备用电池，充满电后可以继续为冰箱供电。那得多少钱？1299啊。半个冰箱？对啊。打扰了。哎，你可以等688免费送啊。等等。又或者你可以像我一样，在某宝自己淘一个移动电池，各式的接口，让它除了可以为冰箱供电之外，还能为电脑、手机等电子设备供电。再加上一个太阳能充电板，在户外用阳光发电吧。再搭配一套户外装备，你就可以拥有一次完美的露营了。英特尔 T20 智能车载冰箱，总的来说，这款产品并没有让人惊艳的突破性设计，它只是把各项功能和细节做到了精致准确。Testway 主观综合评分7.5，而2980元的价格，在整个车载冰箱的品类里算是鹤立鸡群了。但我依然认为它值得购买。它在制冷上优秀稳定的发挥，会让你感到拥有多少花哨的功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关键时刻的可靠度。毕竟我并不关心那些事无巨细的参数，我在乎的是随时打开冰箱，里面的食物都保存得很好。叔叔，我们来搭帐篷吧。好啊。在纷繁忙碌的城市中，我们时常感到身心疲惫。我们都曾梦想在星空下搭一顶帐篷，享一段闲暇时光。而阻止我们走出去的，不是我们缺少一辆车、一台车载冰箱，亦或是一顶帐篷，而是一颗走出去的心。也只有走出去，在路上，所有的产品才能发挥它们的价值。而风景一直都在那里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娘子，你可知今日乃中秋佳节？知道啊。你看，今夜的月儿如此迷人，不如娘子来高歌一曲啊！唱歌。好啊！你看那个人，他又胖又宽，都像那个月，他又亮又圆。你们到外头赏月，发现没得平时不得行。我们中秋节后山就在87076677陪你赏月。
粉丝掉吗？你粉丝掉这个年。噔噔，又到了骂 Testway 时间，来看看5个小伙伴是怎么骂 Testway 的。这位404不存在的铁丝呢，他喜欢我们这群神经病啊，谢谢。希望我们注意身体的同时，保证节目的质量。在此谢谢这位老朋友的关心。观众喜新厌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在节目中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有意思的内容，也把我们欢乐的气氛传递给大家就足够了。1期2更是我们能够做到的。至于零食嘛，保持初心的路上必然会舍弃一些东西，对吧？当然，你有更好的建议的话，也请告诉我们。这位，哇，这字怎么念呢？有没水呀？巴拉巴拉的朋友，好，他说近期的节目有水，我们也有考虑做一些演的成分少一点，内容精简、信息量更充足的节目给大家看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木子明觉得我们可以考虑水一点的节目形式啊，我们觉得水就不要了。那么在 BBT 上加入更多的形式，丰富 BBT 的内容，做到更加的欢乐有趣，你觉得是不是更好呢？这位盗版兔子君同学说，添加一些趴主的使用心得，我们觉得不仅仅是趴主的使用心得，如果你想买或者已经购买了这个产品的铁丝呢，有任何使用的想法和心得，也可以通过社交平台告诉我们，也欢迎行业相关的朋友分享一些有用的资讯给我们，帮助我们提高节目的内容，更有机会获得神秘的礼品哦。这位一关禽兽呢，建议我们尽量保持特写画面的干净。专业的化妆可能暂时没办法做到，但是手指、指甲保持干净，我想我们一定会改进的。好，谢谢以上5位小伙伴的建议，你们将收到来自 Testway 的3周年纪念 T 恤以及绝对不是刀片的神秘礼品。如果有任何的建议，也请通过微博或者微信私信告诉我们，说不定下一个神秘的礼品就是送给你的了哟。好，本期啪啪啪啪的就是这个能够帮助你走出去的车载冰箱。同样的有使用的痕迹，有一些划痕，所以请大家在淘宝的详情页面看清楚了，我们都会标清楚的。有需要的朋友们，23块3起趴，87076677已经开始了。那周二，淘宝评论中奖的5个小伙伴，名字在这里，还是在我们的淘宝找客服哈，他会把奖品寄给你们。今天开始，我们的中秋礼包全面在上线哈。不想吃月饼的，又想买点中秋节礼物的，大家进我们87076677看一看，啥子都有哦，嘿嘿。我们还有一个小活动哈，从9月1号到24号，任意买1件商品加39元，都可以获得1件 Testway 的定制 T 恤哟，赶快进来看一看哦。最后，淘宝上个电视哈。那个网号叫我来默默1990说，为啥子买？原因很简单，一打开冰箱发现 Testway 火锅底料没得了，就一阵心慌，然后迅速补货。对头，那位朋友都是一个吃货哈。我们的火锅底料是不分春夏秋冬，都应该备齐的，因为你烫火锅啦，烧点菜，炒点干锅呀，都可以用哦，万用的火锅底料。Testway，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